赤壁的熊熊烈火粉碎了曹操霸业，魏蜀三国争霸从此揭开序幕呀！好，来看看今天我狼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于 QQ 平台的这个烟鬼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传说中的赵云进 BCD 啊，天王难度赵云进 BCD 一命，也就是全程呢只用上下左右加一个 A 啊，然后呢这个一命通关。但这个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赵云的目前的最狠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进气儿、进血和进道具。他虽然说不能进 BC， 也就是说主要是 B 啊，他现在这个进 B 和进 C 啊就没有，就是说我可以防御，我可以跳，但是剩下其他的就是最难的两个进，一个是这个血，还有一个是道具，这两个进掉了。所以说虽然说也很难，但是呢它不像魔张飞、诸葛亮啊，甚至是不像貂蝉能通关，但是我认为还是没有高手去炸房，如果有高手去炸房，我估计能炸出来啊，能炸出来的。然后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啊，赵云现在呢进 BCD 不让跳，不让下蹲，不让看宝啊，然后呢当然就不让放宝，也不让防御，只让咱们只能吃血啊，只能是吃血。但是呢很多人说那这个对吧有多难啊？事实证明这个确实是不难，所以说它难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一命通关啊，在于一命。但是一命呢，就是说，首先啊，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天王难度什么不进的情况下，你能一命啊，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一命通关啊，也是挺难的吧？啊，我认为是挺难的。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但是下一步的赵云视频也是来自于 QQ 平台的啊。这个 QQ 平台它的玩法，刚才大家伙也知道啊，我也念过了，就是目前赵云的最强玩法，进血，然后进气儿。然后进道具，就是说不让放宝，不让吃血，但是呢是一币通关。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个这个事儿，就是说所谓三国战记的比较难的玩法，就是所谓的对吧五进 BCD 进血进气儿。这里面呢其实最难的就是进地进血和进气儿了，尤其像赵云，魔张飞不算，因为魔张飞没有气儿啊，当然玩法是一样的。这个赵云是不让放这个哪吒滚轮，这对于赵云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挑战，因为哪吒滚轮呢是这些众多普通必杀，因为你爆不了气啊，因为你进 BCD 了嘛，对吧？你爆不了气，你爆不了气的情况下，普通必杀，那性价比最高的，我个人感觉那就是这个赵云了，因为你甚至啊，咱说句实在话，甚至你练这个，对吧？雷霆万钧都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然后呢，包括像什么。像什么野火燎原呐，什么那个狂龙出海什么的啊，包括什么张飞那个后娃 Kinsa 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差一点啊，还是差了一点点。所以说呢，这个赵云这个气儿进了啊，对于赵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难度啊。当然这里面呢，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玩法是不进，因为咱们只进 BCD， 可以练哪吒滚轮，你在打这个。对吧？是你在打这个左慈的时候就会挺爽啊，你可以用哪吒滚轮，但如果用倒转昆仑的话，其实是更爽的啊。好，那先不扯这个事儿啊，这个玩法呢是算是高手大神入门的，对于基本武力操作啊最基本的玩法了，就是说其实你只能用普通攻击加跑加特殊技加必杀，然后去打人，什么宝也放不了，对吧？什么跳也不让你用，所以说这个玩法呢考验基本功，但是它难度呢整体来讲是没有进血。进血和进地难，最难的就是进血进地。如果说你把三国战记所有人物进血进地都能打出一币通关的话，其实你已经是三国战记的一线中上了。如果你能再进气儿，你就是对吧？一线上乘。如果你能五进啊，当然我说的意思是五进，就现在全人物没有人能五进啊。就比如说现在能五进的人，魔张飞排第一，诸葛亮排第二，貂蝉排第三，有可能下一个是赵云。那咱们只能说是有可能下一个是赵云，也就是说，对吧？全程只能一个 A， 跳也用不了，血也不能放，血也不能吃，必杀也不能放，等等的。那再往后就更难了，让我认为，那你说普通的黄忠其实更难一些啊。好，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感觉他也是啊。这个你看不进血就在这一点特别牛逼。哎，不进血就随便吃，随便费血啊，就是容错率非常高，是吧？只要我当前这一管血，我能把 BOSS 打死，这个 BOSS 最起码能让我回半管，对吧？而且有的地方特殊的地方还会给很多好东西，对吧？这就挺好了。好，1、2、3、4，大风展翅，擎天挫，
基础连招啊。哎，你看有必杀放，必杀并不是说能打多少血的问题啊。我觉得必杀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让咱们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可以快速的清小兵。重要就是你不能血杀，对吧？因为咱们 B 练不了。你看这个进 C 了，正常这些大神应该都能反应过来，可以回身利用 C 去防一下，然后再防御反击。但是你练不了，那对吧？那就比较嘚了。好，这个地方可以再练哪吒滚轮，而且可以再一个哪吒滚轮，哪死就好了啊！反正气儿也用不着，对不对？1、2、3、4，大鹏展翅，先锁死了。耶！你看一个大腿。赵云呢，虽然说作为一个武将的血量不是很多，但相对于貂蝉和魔张飞啊，你这个那就不用想了，对吧？那想都不用想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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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今天头像怎么离这么远？是因为这个 QQ 平台我转播只能是这个逼样啊。其实就是我把这个摄像头调小了啊，太嘚了，没办法啊。这个刀兵猛，其实我认为啊，就是那个陆逊那个地方的小刀兵是真的猛。赵云禁闭怎么跳障碍啊？你可以走不跳障碍的路线，比如说走孟获路线，或者说利用前手跳。哎，好像前手挺矮的啊，好像前手挺矮的。有一个路线是全程不需要跳的，他甚至连那个黄盖那个位置啊，都是直接进屋里面嘛，不需要跳王平的电梯，直接就进屋了。好。现在啊，该看看啊，该扯扯。其实这个普通连招也挺合适的，就是1、2、3、4接前手，不是说非得说1、2、3、4大鹏展翅啊，什么前锁大鹏展翅、跳 A 大鹏展翅什么的啊。好，前前锁这个是真爽，一个前前锁可以直接锁2下，像黄忠也可以啊，你选黄忠的话也可以这么锁。哎呦我这一下，其实你可以看到赵云真的禁掉这么多东西，赵云清兵的能力啊特别低。你如果把气儿也禁了，就只能用跳了。真的，赵云的跳 A 是一个真牛逼的一个技能。如果你把跳 A 玩明白了啊，你就很厉害了。跳 A 还可以空中跳跃特殊技。但是我在这里要说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就是说你要如果说是你看进血、进气儿、进道具，你要真打5进，赵云应该怎么玩啊？我都很难想象啊。现在你把玩赵云玩的最好的人叫来，让他挑战赵云5进，我觉得他都是只能说一句太他妈难了，真的太难了啊！进血这个事儿太嘚了，因为赵云的清小兵的能力实在是太次了。你给我加一个跳 A， 你试一下；你给我加一个跳 A， 我随便清小兵。你不给我加跳 A， 哇，太难了啊！好，我们酷酷的小狼一手许愿卡。今天吃了不少水果，昨天奢侈了一把啊！昨天去那个汗蒸，然后呢要了一个98块钱的果盘，5个人吃啊，98块钱果盘。我发现98块钱的果盘在那个洗澡的地方买，98块钱的果盘那就相当于100块钱吧。100块钱你去超市买水果啊，买那种好水果。你能买4个，他给你的果盘那么多啊，至少的，我还告诉你，时间应该够啊，会给你一堆小动物，小动物里面，哎，猪是必打的，对吧？一手跳跳龙，天天手，哎，你看不进血，就这一点特别牛逼，不进血就满了，你看。你再挨揍就满，要不说我跟你讲啊，进血，我认为天王难度的进血是最难的。
对吧？如果单拿出一个进，很多人说进不让放宝难还是不让吃血难？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王难度的话，绝对是不让吃血。但如果说是普通难度的话，哎，未必了，因为普通难度挨打一下费血太少了啊。但是你放宝的话，当然咱们也放宝也不能吃金匮要略或者说是七星灯啊，那不算，因为那也补血嘛，那也不能吃不能用啊。就是说，如果对吧？普通难度和天王难度，你放宝的血量是一样的呀，兄弟们。比如说我太清丹经张九金打2下，无论是普通难度还是天王难度，它费血的这个血量是一样的，所以说没对吧？你没有问题啊，是吧啊？所以说天王难度绝对是一手进血啊，对吧？进血难。普通难度的话，我认为其实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但是呢，进血的性价比就降低，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难度就降低了。所以说进地它难度没有变。进 A 是不是最难的？我想问一下，如果西游释厄传啊进 A 的话啊，如果西游释厄传进 A， 就它可以用下跳嘛？它可以用下跳，哎，全程进 A 用下跳，但是可以放宝，可不可以玩？兄弟们啊，就是说我可以放宝，就是可以放宝，可以下跳，能玩吗？很多人说那吃不了宝，就是用它那个每个地图免费用的那个本属性啊，就比如说金木水火土那个本属性，其他宝不能放，只能放这个宝。这个宝可以刷新的啊。真坠呀！我一看，坠了吗？我们这手2星今天指日可待啊！啊，自从前一阵心情不太好，这次回来希望给大伙给我冲个5星啊！5星没有亏可以吃吧？啊，5星的话就是3000块钱啊！你就是吧？好，鬼哥一手坠卡。这个弹幕助手现在比较小啊，可能看起来比较那啥，而且我的那个膀胱看不到那个什么，看不到那个屏幕当中送飞机啊什么的那种特效，因为我现在全屏被遮挡住了啊，就这个意思啊。西游 Super 能放混元功，你进 A 了，它怎么加气儿呢？对吧？你进 A 了怎么加啊？对，能加气儿，能加气儿，你只能是。吃那个小那个什么，吃那个小包，然后吃那个小包之后呢，让自己那个什么啊，让自己这个有那么一个，然后呢上 BC 上 BC， 然后呢再吃一个小包，然后再上 BC， 然后再吃一个小包，直到你吃满了，再放一个混元功，跳起来斜下跳。啊，对呀，吃东西点，哎呀，操！你看，我还搁这巴巴给人上课呢，那他妈的不让吃啊，对吧？啊，你吃东西一点，哎呀，你看卡住兵了多简单，兄弟们，卡住兵了是对吧？真简单，哎。而且他不贪啊，很多人每次连打 BOSS 的时候都想是用什么前肩手挥空，然后单 A 来打，然后呢，对吧？1、2、3转身先锁，1、2、3、4大风展翅什么的，就想每一次都想打的稍微血多一点。你看他就是说我 A 一下给你打倒了是吧？没事啊，我打完之后接对吧？大风展翅我就不贪，千万不能贪啊！单 A 大风展翅，前锁大风展翅，前锁够用了。追地，就一点都不贪啊！你倒无所谓，你就是有的人就包括我在内啊，就真的是就是看不透这个事儿，总想每次起手的时候打血打的多一点。好，再来大鹏。这个小兵绝对是自己，我跟你说，这是蜀国派去的奸细啊！该吃饱，把这宝全吃了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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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以说现在有好多人玩这个游戏玩的可有意思了，你知道他怎么玩吗？他贼逗啊！他玩就是有那个版本，这个版本的 BOSS 是不会，但是他不走也不动，就站着不动让你连啊，就是这是懦夫玩法啊，就 BOSS 往那一站就是让你连啊，大家伙能理解我这意思吧？就是练习版的感觉，让你练连招。那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是不进 A， 就是不让普通攻击，但是你可以吃饱啊。当然一这么整的话就没意思了，就没劲了，就不严谨了啊。要说这个进 A 这个事儿，什么游戏真的可以实现进 A 呢，兄弟们？就能而且还必须得通关啊。哪怕你用个3、5个币也行，对吧？很多人说那《西游释厄传》是可以的呀，因为它主要是时间不够问题啊，主要是时间不够的问题啊。这要是1币的话啊，1币，那《西游释厄传》我认为就可能有点难了，因为你就那么3条命吧，你可以讲命啊。忍者棒球是可以，对吧？忍者棒球可以，战国传承是可以，但是战国传承它其实严格意义上它有2个 A， 它有一个轻攻击，一个重攻击，哎，2个 A。三国志应该不能吧？啊，三国志的话，下跳也弱呀，对吧？三国志下跳也弱呀，对吧？今天我们这儿下大雪了啊，超级大的大雪，而且是48小时以内大雪预警，就是说，可能今天晚上我解说一半，我就考虑我是不是得回家了，因为如果我不回家的话，我就会被雪淹没，不知所措了。大家伙能理解吧？啊，好。我现在就在黑龙江中部，一个不小心，我只能告诉你一件非常实惠的事儿，一个不小心废了，真的啊！好，那个哥们儿跑了，其实你也用不了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是1999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1999年的时候，我12岁啊，12周岁。然后呢，这个晚上一觉醒来，第二天早上就是天没亮。我说怎么没亮呢？后来事实证明，它是窗户被挡住了，被雪挡住了。你想想，我家屋里的2米多啊，被挡住了，门推不开。后来是怎么的？就把窗户打开，因为窗户从里面对吧打的，打开之后呢，从窗户里开辟了一条通道。然后才把门打开的，啊，好在那个雪呀是挺蓬松的啊。后来我就在我家院里搭了一个雪堡，哎，搭了个雪堡。就很多人说堆个雪人，那都是小儿科，搭了个雪堡啊，特别爽。好，1、2直接能打滚了，也不卡兵啊，卡了，操！我还说不卡兵，扯犊子啊，卡了。我说那一直给他射那个诸葛连弩呢，看没见？哎，这么个打法就是一套小正常连，不把对方打倒，然后他会强制反击，啊，强制反击，然后咋就是感觉跟打傻子一样啊！这是史上最弱 BOSS 木有之一，甚至还能卡兵，你说多赖吧？就是。好。一会儿怎么回家？一会儿他妈我也不知道咋回家呀。现在我在想什么猪哥呀啥的，就在我这儿，我俩直接就喝去了啊，不扯这个逼事儿了，对不对？
猪哥肯定有闪到了，逼逼赖赖的。我跟你讲，过去看那个女主播去了，是吧？啊，猪哥来这个牡丹江之旅，估计也搁浅了，肯定是一手小借口。什么借口呢？就是，哎呀，现在疫情，不能随便走，太嘚了啊！好，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是要卡兵呢啊。当知道怎么卡兵之后，是真的赖，得知道卡兵原理啊。好，他其实最想卡的还是铁甲啊。你要在下方就卡不住了，你要在上方，他出来这个铁甲才能卡在这里。嘘，哎，他这个声音我给你模仿一下，嘘，对吧？哎，跳起来那个，你看，嘘。嘘，这个配音可以拿嘴模仿的啊。好，这还是得打得太近。这夏侯惇我觉得其实也挺嘚儿的一个 boss， 但是呢，好像夏侯惇是怕电啊，我记得好像是稍微怕一点电。你用普通攻击打他吧，他费血也不多，但是这个人傻，你看他冲过来之后想练招可以被破招的，就他还没等出招就可以打他。总体来讲一个字儿就是赖啊。82年的香蕉，哎，你看现在你会发现石鹤这个血量都是保持在一个健康的这个条件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随随便便挨揍倒无所谓。吃点血就能保，底下那个血他都不屑于吃，你看不看见？所以说进血才是真的难啊！好，你第一个通关的就是《三国战记》，我第一个通关的游戏，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是《三国战记》。格斗不算的话，那秦始皇97那随便通关啊。如果不算那个格斗的话，就是纯是这个闯关游戏的话，好像也是《三国战记》，因为我是先玩的《三国战记》，再玩的这个就是自己玩通关啊，包括跟人配合也算，那肯定是《三国战记》的。忍者棒球呢是后来我才通关的，忍者棒球的话我是能一臂通关，因为小时候技术不好，也不知道原理。就是用小绿人的话，也是一臂，因为那个最后一关时间可能不太够。恐龙快打和名将没通关过，就是罗毕也算嘛，罗毕也没通关过。这么说吧，就除了我干解说之后，我自己罗毕通关过啊，就投币呗。那我投个几十个币我还通不了啊？那能通啊？我第一个通关的角色是诸葛亮，应该是张飞，因为是跟别人一起配合的嘛。就那个人说：“哎，你这么玩，你那么玩，没事儿，你血多，然后呢，我让你怎么玩你怎么玩。需要你克盾的时候你就克盾，需要你立书的时候，对吧？你没血了没事儿啊，你血多，我到时候该给你补血你补血，没事儿啊，不要慌。我就跟人混通关了。”自己玩诸葛亮的时候已经会克盾了啊！我带着我们小区的一堆小伙伴，然后呢去玩，然后我就变成那个角色，我说你不要慌啊，没事随便玩。然后我这边我怎么样啊，怎么样，哎，就这啊！名将真是名将太难了，我名将是什么呢？小的时候认为名将可简单了。因为我看别人玩都是1、2、3、4转身什么转身什么的，感觉好像很屌的样子。当你玩你就知道了，我操！我玩我服了，我认输了啊！当小曲儿都嗨，这小曲儿啊，听起来好像挺谨慎的，其实没什么谨不谨慎的问题。当。那街机游戏你不能算 FC 游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FC 游戏啊，我说句实在话，我自己玩超级玛丽我没通关过。我再说一遍，我不会走迷宫啊。
小的时候谁会走迷宫？反正我是不会。然后魂斗罗不好意思没通关过，然后三不童子通关过，像什么松鼠大作战没通关过，赤色要塞通关过，绿色冰潭通关过，这都有啊。坦克大战其实就是35关为一个周期。其实我想说啊，上来选34关，然后玩到35关，然后呢，从这个第36关开始玩到70关，我认为挺难的，就一个人玩通关2周目，我觉得挺难的。谁能玩一命冲，就是直接就玩2周目，对吧？从最后一关开始玩完之后2周目，谁能玩？大家伙先不要着急啊，先不要觉得好像小狼坦克大战你都过不去吗？我1周目我都通不了关，我经常老窝被人掏了，我为了保命我老窝被人掏了。但是我告诉你，1周目跟2周目它刷兵的那个频率是真不一样。你看2周目那个刷兵的那个速度老快了啊！对啊，你说的是卡敌兵出生点，你掌握好那个频率，每一个地图都有一个卡的。就算知道的，但是1周目跟2周目还不一样。你玩1周目你可以随便卡，2周目它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啊！好，能通啊！其实我认为就只有2周目，这坦克大战只有2周目啊。理论上来讲，坦克大战真正的一命通关，应该是直接从第1关打到第70关。因为你再通，它就不是循环的了，它变成第1关了，兄弟。坦克大战是你可以玩到35是第1周目，玩到70是第2周目，然后70完之后呢，它就变成第1周目的第1关了，能晓得吧？你去玩那个日版，反正是这样的。对呀，不进血确实是容易，但这一点就得说一声啊，如果说是。所以说下一个视频才弥足珍贵，因为我上一次解说赵云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的时候啊，我上一次解说的赵云是进血进地啊，进血进地，这一次呢是进 BCD 一命，下一次呢就是进血进地天王，然后进气儿一臂，那比上个赵云要难一点，因为上个赵云还能练哪吒滚轮，这回这个不让练哪吒滚轮了。对啊，2周目靠啥咱不知道，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打出来过啊。就是说我知道有好多人都能打出来，但是呢，恰巧我就没有找到这个录像，我就想找一个这个录像就谁打啊，对吧？好，他是走正常路线，走正常路线的话呢，不是雷道啊，不是雷道。好。小时候玩游戏，我玩的最多的还真是，就是我看是最多的啊，但是我玩的最多呢就是这个拳皇97了，因为我没啥事儿啊，就是机器摆在那儿，我就上去玩一个通关。为了多玩一会儿啊，我还玩那个主角队，就是草剃精这个队。然后呢，玩草剃精这个队呢，还能多打一个8神。好，直接能打滚轮。就可以去试一下，上来先调35关，然后呢从35关开始玩，一共玩到第70关，对吧？可以去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拳皇96通关，你玩的版本不一样，我玩那个版本吧，它可以选千鹤，可以选那个高尼兹，那选高尼兹一手原地站重腿，一直站重腿，都不用那个什么口贝利斯科，都不用，也不用练那个真八之女啊，真八之女也不用练，因为你练那个八之女的话，这个不用气儿，也不用气儿。但是呢，就我意思啥呢？就直接站重腿就通关了啊，直接站重腿，没什么好说的啊。但原版96的话，我也通不了关，我连千鹤都打不过啊。我知道那时候有的那个
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麻将，有什么万里长城啊？那万里长城，它里面那个胡牌的那个说法可多了。除了咱们知道的一些什么几暗克，什么对碰啊那种正常的胡法啊，什么九连宝灯，除了说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什么东北新干线啊，东风北风，然后加上一条龙吧，还不是怎么的？然后呢，孔雀东南飞啊，就是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妖姬，然后加上东风和南风。那各种说法吧，就说法挺多的，你知道吧？它不像那个咱们玩那个什么，有什么三色同顺，然后什么步节高，什么那些都还好一点啊，对吧？什么尼姑的，那都是传统，咱看赌片也没少看。但是你对吧？你就东北新干线是什么鬼啊？青老头还好，对吧？孔雀东南飞是这么的，纯是为了多一个玩法而玩法。但是你要是说绿一色，这都是太了解了。绿一色就是啥呢？就是条子当中不带红色的，比如说你像妖姬有红色的，是7条、5条，这都有红色的。一般就2、3、4条、6条、8条，然后再加上一个发财，只要是全是绿的，叫绿一色。然后呢，就是对吧？全幺九，啊，对吧？全幺九也是，那就必须得是19啊。4一色。万绿一点红是啥？我也不知道。大车轮又是什么？一色双龙会，这也是，这他妈也是狠了。13不搭这个还好理解一点，好像就是还有个叫全将碰，全将碰就是258就将牌嘛，对吧？对吧？258叫将牌。你像你看那些赌片里面一整叫什么将眼，就是用将去做眼，什么将眼，什么毒，哎，对吧？什么的，我靠，说的贼逗啊！13幺还好理解一点，好多人不理解那个台湾牌，说台湾牌怎么16张怎么胡13幺呢？只要你多出一副，对吧？一个副字牌就行，无论是克牌还是那个顺牌，对吧？你多出一个这个牌，然后再加上13幺，你就可以胡了。噔，好，哎，他妈的怎么了？按照键盘了啊！杠上开花18罗汉，它这个有那个还有花牌，比如说有花上自摸，对吧？有杠上花，比如说你杠牌杠了一张花牌，对吧？或者说你杠上杠也可以算的，也可以多加翻的，对吧？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传说中的18罗汉。18罗汉它最狠的牌是什么呢？比如说大四喜加18罗汉，那对吧？那就变态了啊！看那个应该是杜琪峰牌的吧？那个叫尼姑新年财，那刘德华胡的牌就是这个大四喜加18罗汉，对吧？如果最狠的是大四喜，然后这个18罗汉。再加7张花，如果广东牌里面7张花有玩法，7张花当平胡，然后8张花呢，就是对吧？8张花那就厉害了，兄弟们啊！你能把8张花都刷来，我操，屌死了啊！屌的要炸了，也没有说有封顶的，有好多是不封顶的啊。一般台湾牌，台湾它就算台，你像咱们广东牌算翻，然后台湾算台，这个有不封顶的玩法。非常变态啊！现在全球不封顶玩法最狠的应该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德州扑克。现在每年那个德州扑克好像都有一个比赛，
你有1万美金就可以去参加啊，去参加之后呢，你就有可能会获得那场比赛的冠军，然后成为当之无愧的赌王啊。德州扑克说白了，确实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你得有天赋，很多人说得有运气，哎，这就跟有些赌的游戏的是啊，就是把，比如说你玩拖拉机，就是炸金花，把给你三张尖儿，对吧？人家就看你就知道你有什么牌，人不跟了。对吧？有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东西是有技术、有博弈的啊。好，这边咱们打，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图对于进血来说其实挺难的啊。但是不进血，那就不进血的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天文难度不进血。我甚至觉得都可以把气儿进了啊！以这个小子的技术，把气儿进了也是照样可以挑战的。进 BCD 进气儿，哎，唯独不进血可以打，真的啊，兄弟们。其实带奖吧，我认为都是带奖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你看那些赌片一整个玩大牌的时候，玩到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上好几亿那种赌博，一般就赌那个台湾牌了。对吧？就16张了，不玩那个什么了，不玩那个广东牌了。广东牌的话，因为它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可能就封顶嘛啊，对吧？封顶嘛，有40番封的啊，有多少满的？当然也是带奖，这玩意儿其实也是带奖，就是你想赌到大点就带奖的。你像我们玩那个，我们这边有玩炸金花的，对吧？这个我操，一个能打滚轮打不死这个小兵，我操！雕虫小技，阿郎这是直播吗？是的，是的，啊，没有写录像的就是直播啊，因为我这个是 QQ 平台，写不了那个当前的日期啊，没有办法，所以说只能是这个逼样了啊。进气打左慈时间够吗？那够啊，可以打，就是可以利用这个赵云的这个，可以利用赵云卡歪轴，然后去打。现实中我觉得就是像胡点什么大三丰、小三元就挺难的了，真的。你别提胡那些乱码七糟的东西，还是整点什么平胡就行了。想胡三辣别闹了啊！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胡三辣的不扯犊子吗？我操，是，对吧？你除非上来就是你能摸着挺好的牌，然后还得有人喂牌，是吧？所以说他们怕这个喂牌，还有一个什么9张落地。对吧？什么之类的啊，什么的，胡9张或者说12张，你可以要包，对吧？你要包的是吧？啊，三辣是啥？其实这个就是大翻牌。你像好多，你看那个邵氏的电影，就是什么《打雀英雄传》，什么还有一些那种啊挺老的电影，包括什么《鬼马双星》之类的啊。很多人说是跳左慈那是不可能的啊，跳左慈是不可能的啊！你这种进 BCD 的跳左慈一般就是扯犊子，你跳左慈只能说是有这个隐身，一般是有隐身1跳。当然 TAS 玩法你咋玩都行，对吧？你 TAS 玩法你怎么玩都能玩啊，那不是 TAS 是真不行了啊！为什么沙漠科不出来了？你只要快速的把那个水兵给清掉，沙漠科就不会出来呀，对吧？现实里胡的好像是3番以下不让胡，就是有人玩什么呢？就为了做大牌让玩的爽一点，就是你不能胡屁胡，就你最次也是平胡3番，啊，自摸平胡3番，否则是不让你胡的。就是比如说别人给你放一个炮啊，你可能胡不了啊。小的们看招，好，其实我告诉你怎么打，它可以卡歪轴打，但是你卡不住兵是真难受，真的卡不住兵是没办法的。
大家伙知道捉五魁是什么意思吗？有人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地方的玩法叫捉五魁，最大的牌叫捉五魁啊。好。我们那个黑龙江玩的麻将一般都是搂宝的，比较简单啊，就是胡的比较快，没那么多弯弯绕，就是翻那么玩。然后呢，就叫搂宝啊，搂宝。有这么一句话叫逢五必夹，太狠了啊！好，感谢我们的杨大帅，感谢我们的大帅哥啊，杨哥。安内威尔一手彩虹汽车支持我狼，哎，我狼站起来了啊！好，没打着，我靠！记得那时候你们还记得小沈阳吗？啊，小沈阳最狠的是，不是当时小沈阳最火的时候，去那个各种电视台去演小品。其实就是二人转的风格嘛，就是唠嗑，再找自己媳妇儿去搭一下。他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就打1亿飘10亿的，对吧？玩麻将你说大，咱就玩那么就我们以前就叫什么单拉，就是胡牌就行，没有什么翻番，你胡了就翻，顶天就有一个大扣，而且胡牌条件挺苛刻，3门必须都有，必须万柄条都得有，哎什么的啊，就这个说法，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顶天就是门清啊，对吧？就这个门清自摸，能翻个番儿，就是，然后但是呢，你就是带飘的，就跟他们玩那个麻将，如果你坐庄的话，可以对吧？可以拉庄，这个拉庄这个也挺狠，这个啊，为了拉庄还得多买点骰子。你看那个雀圣3里面，他居然拉出了连27拉27。确实赖啊！好，来看看这些就是一手一会儿许旭啊，还是挺难打的，对吧？其实没什么大不大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上不封顶的那个扎金花。上不封顶的扎金花，对吧？简单直接，暴力，一人发3张牌，也不带梦的，你俩就压吧，你俩觉得自己谁大就压吧，对吧？但这个吧，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运气还是比较重要。德州扑克呢，运气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呢，这个冤家牌啊，才会有运气的说法。你有可能你拿的不是最大的牌，你拿的不是坚果牌。你拿的不是坚果牌，那么对吧？那就再见了，对吧？你拿的不是坚果牌，真有可能，哎，你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输给一张运气牌的，除非你是坚果牌。但是你是坚果牌呢，万一你的表情啊，对吧？还有你的下注方式啊暴露了，对吧？你没骗得了人家，人家没跟，就你拿着最好的牌，对吧？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是直播啊，就是 QQ 平台没办法啊，要不然我这就不那啥了啊。我觉得就是，但凡玩德州扑克的，第一是数学好，就他把这个几率算得贼明白，数学好。第二呢，心理素质好，有心理学，行为举止观察特别好。有一个电影我特别的喜欢，叫《赌王之王》。这个《赌王之王》这个电影呢，是那个马特·达蒙演的啊，就是那个《谍影重重》那个男主，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男演员啊，我们都管他叫呆萌是吧？啊，他演的，他是在98年演的这么个电影了啊。这电影听起来好像像一个老千的故事，但是其实不是啊，讲的就是他就是我认为就是在德州扑克电影方面上讲的是不错啊。那个电影里面最屌的是啥？那个电影里面就是你们知道赌神高进的原型。
对吧？赌神高进领原型应该就叫 Michael Chan 吧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啊，反正是一个华裔，也本尊出演这个电影，他是获得了2届那个德州扑克的那个大赛的这个冠军，连续获得2届啊！你想想那个多厉害！那个电影演的特别好，我就比较喜欢那个反派。演反派那个角色也是演那个空中监狱里面的反派啊，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演员，就是他演坏人演的贼好，你知道吗 ？Michael Chan 是成龙，我记错了。好，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控一控级，对，等级数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连招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升级。对吧？你一旦升级了，那许嘎嘎一个转，你可能就死了啊！那个应该怎么叫啊？啊，应该是 Johnny Chan 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呢？我忘了，我不知道怎么打，反正我英语你也知道的啊，都去，就是。除了说 Hello、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之类的，我就不会了啊。好，哎呦我这一个你看多少血啊？这一个下扣啊，就论单点血量，我认为就是最多的一个普通技啊，不算必杀技。但是你如果说是最狠的，还是那个啊，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能打好几点的技能，最赖了那个。好，感谢我们的恒远哥一手许愿卡。赠送给我了啊！我到没到2星啊？我到没到？我是不是已经到2星啦？是不是到2星啦？到2星的话，是不是可以双飞冲3星啦？3星之后是不是可以？我操，这一下是不是可以6星了啊？双哪啊！赶紧吧，这哎，要说你看啊，不进气儿，看没看见？就这一点啊，关键时刻就可以保命，不用去跟他拼命啊！这个确实是厉害，兄弟们。好，前手用前手可以直接跳啊！好了，最狠的是说日语。好的，西瓦小狼对死，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太嘚儿了啊！哇，这说的没错啊，这个玩法的对于绝对高手来说其实是不难的啊，其实不难的。但是呢，为什么要解说这个呢？因为要铺垫下一部视频，下一部视频是当前赵云最难的玩法，就是赵云进血啊，天王难度进血、进地加进气儿。当然，他跳是可以跳的啊，防御也是可以防的。很多人说那他妈算是最难的吗？他是不是最难的？但是你最难的也没有人能打得出来呀，目前呢，对吧？你天王5进，现在没有人能打得出来啊，赵云，你找个人打，你这他得炸多少次防，加上自己的发挥和运气啊，才能够所谓的这个能够一臂通关。真的啊，天王5进赵云一臂实在是太难了，我实在难想象，如果要是连气儿都进了，连血都进了的情况下，你连跳都不让你用。怎么清兵，对吧？真的是很难。5进不是难，5进就没有人能过。现在啊，你现在5进赵云，你找个人对吧？他想过，他得炸好几天的防，就是说白了，还得是众将之下必有勇夫的那种人才能炸出来。因为赵云实在是清兵能力实在是太低了啊！你把那个都进了，他最猛的就是跳 A， 然后你跳 A 不让用。直接哭了啊！直接哭了。好，直接搂死。当然打这个单挑这个 boss 是个锤子啊，
据说黄盖是所有 BOSS 当中除了梦幽之外最好打的 BOSS， 当然咱们也只是据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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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滚轮倒转昆仑，倒转昆仑是超杀，哪吒滚轮是小杀啊。孟获不难呢，孟获你不能卡兵啊。呀，孟获的小弟人牛逼呀、啊，人家有一只老虎，外加一个诸葛连弩的兵。啊，你不要小看孟获啊，孟获很厉害的啊，对吧？人孟获的小弟听话，你那个孟幽的小弟小老弟儿，他就给那射弩，你能卡兵。黄盖就压根儿那个兵，你只要不往前走近一步啊，那个小兵他就不出来，就逼逼赖赖的。夏侯惇也，我跟你说，夏侯惇肯定比那个谁难，比那个孟幽难。夏侯惇也比黄盖难。很多人说为什么比黄盖难？咱们还有一个评分机制，就是作为一个首关 BOSS， 就不是小 BOSS， 不像孟幽和夏侯惇是小 BOSS。作为一个关卡最牛逼的首关 BOSS， 居然如此的简单，对吧？相比之下，它就更简单了，对吧？你打完它直接过关了，而且收益会非常大。他会给你一个大人参，对吧？貂蝉是5进能过啊！现在我见过过5进的，魔张飞排名第1是最多的，最多人挑魔张飞的。第2是诸葛亮，第3是貂蝉，第4是白张飞，啊，第4是白张飞。但是呢，白张飞也很少啊，白张飞也很少。我认为白张飞跟貂蝉差不多吧。你看白张飞主要是攻击力没魔张飞那么高，但白张飞优势啥？攻击力不低的情况下血多，可以腾，有的时候时间不够死条命很正常。但是呢，你如果说是那谁的话，如果说是赵云，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那更别提什么马超啊，2个黄忠啊，其实我觉得黄忠应该可以打，就是那个白黄忠啊，白黄忠应该可以打，因为白黄忠因为他伤害高，而且白黄忠特殊技的那个射箭，其实我觉得挺猛的。我觉得猛是猛在他可以赖，他可以用那招清兵。灰灰那个不是5进加卡兵啊，灰灰那个是半卡兵。半卡兵，但是灰灰也很难。你让灰灰去玩这个诸葛亮，他能玩；让他玩魔张飞，可能他就玩不了了。但是呢，一样啊，我跟你们讲一样。诸葛亮的优势在哪儿呢？诸葛亮优势就在于他的前跑，缺点是在于攻击力实在是太低了。他优点就是前跑，他前跑实在是太猛了啊，对吧？就是可以快速的斜着跑，可以直接戳，对吧？然后呢，这个伤害低一点，但是呢，因为够灵活，所以输出环境还是蛮好的。对吧？魔张飞就是什么呢？就攻击力，对吧？攻击力高，然后攻击范围广，还有一手下手的特殊技，可以快速的对吧？把兵打倒，谈不上说轻兵，你可以快速把兵打倒。神龙摆尾轻兵也快，这是这2个就5进最简单的2个角色啊，就是魔张跟诸葛。但是用貂蝉是真难，真的用貂蝉是真难。普通黄忠5进，我觉得人脑的话，谁是吃饱撑了？我感觉那是真吃饱撑了啊！白黄的射箭可以一下把小兵射倒，而且可以把小兵射死，而且可以射最多3个目标。虽然说4个目标射不了，但是最多能射3个目标，就很厉害。张辽的5进我觉得也难，张辽5进也难啊。张辽，你看张辽，你1、2、3、4接秦王鞭石或者接后前手。很多人说为啥不接前手啊？打 BOSS 的时候连招行，对吧？你有时候万一卡不住兵，没有兵，对吧？卡不住兵，你前手打 BOSS， 对吧？小兵跳过来砍你一下，你就瞬间就嘚儿了。马超是啥？也是啊，你马超最牛逼的就是下蹲 A， 他前手都不行，他最牛逼的是下蹲 A 啊。但是你进 BCD 了，你马超下蹲 A 那，对吧？很难受。关羽也难。关羽1、2、3就直接飞龙在天了，对吧？而且你也爆不了气，你那个前手只是一个大刀片子，不是那个前手，不是这个。
诸葛亮其实不是最弱的啊，你玩武进玩法的话，诸葛亮肯定不是最弱的，不是因为有的人打出了成绩，他说我才说他不弱的，是他真的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前手。无疑啊，毫无疑问，他攻击力是非常低的，但是他清兵能力不差，他的单 A 和前 A 实在是太变态了，对吧？咱就说清兵这块，而且他可以秋兵，他把兵这个 A 就那么一下 A 这个兵他都不怕，而且诸葛亮还有一手后前手，他打左慈最简单的就是诸葛亮。当然我的意思是玩得好的人打诸葛亮左慈直接一开局后黑，然后再后黑，运气好烧2下，你知道多少血？他那第2管就没了。就这么说吧，你打好的距离卡的刚刚好啊，刚刚好，就那个后黑相当牛逼，喷火啊，就这招。万箭是不行啊，万箭不行，你跳吧，你进 BCD 不让跳，对吧？啊，好，这个地方说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要放他跑的，这个玩法他觉得要放他走，打起来比较安全一点，反正有限时间内也打不死他。所以说呢，就是放他走啊，放他走。一会儿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在那个地图打他。那个地图可以卡兵，其实就算不能卡兵，主要是那个地图比较广，可以跑来跑去啊，没有问题的。喷火是狠，喷火的话打某些 BOSS 啊，咱就说就左慈是吧？你就是咱说这个意思啊，确实是狠啊。最难打的其实武进玩法最难的 BOSS 是啥呀？不就是左慈吗？你想想。左慈要不有的人就是时间不够，对吧？时间不够他死了，因为他必须得归着玩。有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是还是时间不够，有的是怕时间不够然后奔放然后死了。反正总体上来讲就是说死就死啊！你左慈那个地方那个 BOSS 也不要个逼脸。好。当诸葛亮在秒杀圈里边牛逼吧？哎，对于新手上手来说牛逼吧，就是什么都带的啊。然后对于武进玩法，他也不弱吧？啊，速通对吧？武进是仅次于魔张飞，速通也是仅次于魔张飞。诸葛亮对不对？然后再就是什么呢？你看合秒就不用说了，梦幻秒杀那更是没有诸葛亮谈不上梦幻，对不对？所以说诸葛亮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最实惠的人物啊，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啊。哎，兄弟们，我2星了没有？我现在看不到啊，我不知道啊。现在如果有2星的话啊，这个多多少少的，是不是？什么叫梦幻秒杀？就是好看。其实我们管梦幻秒杀呢，就是多人秒杀，以诸葛亮为蓝图，就是说。我可以用呼风唤雨去接，就你们所有招，我可以用呼风唤雨去接你们的招，这个是最变态的。早就到2星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吧？是不是到中海了？已经到公海了啊？那我就可以奉旨杀人了啊！就是到2星了，是吧？那还不，嘿嘿嘿。诸葛亮，你说诸葛亮没有连招，你是认真的吗？我操！所以说诸葛亮的连招打血还是少，但是人是有啊，对吧？前锁1，对吧？前锁1、2，转身前锁1、2，转身前锁1，然后再跑开之后呢，他反击再打，这是不倒地的连招，倒地的连招也有倒地的连招的玩法啊。又明示，哈哈哈哈，什么明示？哪有？我没有啊，没有啊，对啊，你主要是灵活，对吧？这个就是你输出环境好就好呗。有的人输出环境不好，那站着不动让你打一套多狠呢？你看关羽，对吧？你让关羽站着不动打人一套，挺爽哈！1、2、3，飞龙在天，前手，飞龙在天，前手，挺过瘾的是吧？啊。摄像头小是因为这个 QQ 平台的问题，一会儿如果转到游戏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啊。他转到 QQ 平台，我也他妈的来的啊。武进谁打左慈最容易？诸葛亮啊，诸葛亮啊。然后是魔张，貂蝉是不用想了，确实难打，都得死人啊。魔张飞和貂蝉我觉得都得死。诸葛亮打好了也可以不用死，
当然我的说法是打好了，因为你想打好也难，但你说的简单。你那个后黑说白了啊，就整个这一场下来，你后黑能烧到5下，我操，那就牛逼了，兄弟，对吧？就跟有的人打那个左慈，很多人放人盾书能对吧？能给左慈烧大半管，对吧？有的人放一个地盾书就差点给左慈秒了啊！当然这是 TAS 啊，我就说有这个几率。对吧？那左慈一个劲儿的也不练必杀，也不飞来飞去，那个石头就砸他，哎，就砸他，砸他个4、5下，那个大石头，你说多少血啊？好，当当当当，好，直接戳死。这一顿小单 A 呀，这个，哎，你这他妈，啊，这不是卧底胖子，看出来，本来想说是卧底胖子，发现不是啊。哎呀妈，这个小兵诸葛亮2下就能 A 死。我跟你说，诸葛亮是克有些小兵的，有一些特殊的兵，越是那种5盾忍术的兵啊，花里胡哨的，诸葛亮是不虚他啊。诸葛亮直接 A 2，刚才那种兵 A 2下就死，用前手去躲，我靠！1、2、3、4，大鹏展翅，前锁，必须卡住这个胖子啊！飒是狠啊！哎呀好，这哎呦吼是太狠了啊！前手啊！好，再搓，哎呀，这个兵啊，深井兵啊，赵云最多是秒16啊，人脑 ，TAS 最多是秒18，赵云 TAS 可以秒18，人脑最多秒16啊，人脑真的没办法了。就是因为你张灵剑，你实在是点不了那么多点，他不是说你操作的问题，就你张灵剑点，那你要真能点那么多点，你可以去突破那个世界纪录去了，你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对吧？在5秒钟之内或者在多少秒钟之内点多少下，那你确实牛逼啊，那没办法啊。TAS 最多是18的，对我解说过啊，这都有，是吧？这都有记录的啊，你这都赵云最多18。关羽 TAS 最多是14，好，哎呦，这后面这个，我大鹏展翅判定还蛮高的啊。打曹操其实看起来，兄弟们啊，感觉就高手来说打曹操并不是特别难，因为这个曹操虽然说有小兵，对吧？天王有小兵，但是呢，这个他最合适的是在哪？这个地图大，你可以对吧？可以周转。而且就算练超杀，他的普通的那个4瓣的必杀其实是最难的啊！4瓣必杀确实没办法，咱说实话，你必须得判断他的中心位置，然后在他中心位置的正下方去躲他那个交叉。哎，听声音，那这个你就要在正下方啊！现在这个他交叉那个位置正下方去打，那才能行，否则你就会中招。所以说练这个哪吒滚轮。还有就是，如果练超杀的话，他是可以听声音和听他的笑声，还看他的那个时间来判断的。大的超杀是可以有万全的方法去躲过去的啊，它可以有这个，就是可以保证自己跑位，通过自己的跑位万无一失躲过去。普皇最多秒1，本身也是啊。普皇也好，白皇也好，都是最多秒1的啊！滋滋滋滋，哎，
补血。有的时候不能虚啊，不要看感觉哎他是不是要反击了什么的啊。当当。好，好 ，OK， 一命啊，确实没难度啊，因为它容错率太高了，随随便便费点血，有的是补血的地方啊，就这么简单。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是感谢烟鬼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个视频。那下一个节目大家伙还是预定啊，就是传说中的赵云。赵云的另外3进：进地、进血加进气儿。虽然说他不进 BC， 但是你懂得进 BC， 其实反而对于很多人的理解当中啊，不让跳啊难点儿，不让防御，反正我也不防，我也不会嘛啊，就还好。大家伙儿就暂时这么回事儿，然后我们赶紧下一个节目啊。